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hate you。左边是 I hate you。Get out! Leave me away! Go away! Don't touch me! 你在等什么？等餐，但是你可以开始，我可以先开始。对。好，等你需要就是等餐快到了，到了以后我就可以休息一下。他跌到了。没关系，我再去拿。介绍一下这只猫是谁？瓦夫，瓦佛，就是那只猫。我刚刚靠近胖胖，胖胖还咕噜咕噜哎。对啊，胖胖本身就这样子啊。他很喜欢咕噜咕噜哦。好。某人他总是微笑着说：“他生病了。”其实他一开始他就有生病。对对对，好，第一个问题跟淼淼有点关系。Joby Mindy 跟淼淼家养了很多猫咪啊，可以跟我聊聊是怎么领养到这些猫咪的吗？来淼，你说怎么样领养？他最喜欢说这些猫怎么被领养的故事。可是也只有一只猫是，有2只、3只是领养的。那你讲你领养的？你领养的那一只是谁？瓦佛。从哪里领养的？垃圾场。你忘了？从一个阿姨家中途。讲啊。中途家领养。哦。那他那时候还是宝宝吗？那他可爱吗？还是我可爱？他可爱。什么？但很调皮。那他会怎么调皮？冲来冲去。现在不太冲了吧？然后嘞？陪你睡觉的胖胖呢？他是你领养的吗？是。对哦，他也是领养。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在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喜欢跟他一起睡觉？因为他自己来的。他自己来的。所以你没有很想跟他睡，可是你不是有时候要睡觉的时候就会把他抱进去吗？我也习惯。啊，好可怜的胖胖哦，那我们就让他不要习惯嘛，因为他只是被迫。他是喜欢床。那他就不要睡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就让他在外面睡啊。那你喜欢跟他睡吗？你不要说实话，说事实。喜欢跟他睡。你喜欢跟他睡？最新的那只猫会陪睡吗？没有，他现在还睡在那个厕所隔离房。他现在还在被隔离。因为他晚上是疯子啊，会去弄别人。他会跟 Waffle 打架。会。然后任何一只熟睡的猫都会被他烦。啊。我们还有请，就我们出去玩嘛，还有请人家帮我们喂猫。然后他就亲眼目睹小草直接踩胖胖肚子，霸凌啊！那真的就是不关起来比只猫好可怜，还是关一下而已。哦，就是举凡睡觉啊，还有我们在忙的时候都不要来。所以这只猫是因为有一只猫离世了，所以意外的认养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自然不是领养啊，它就在路上自己跑到我们家，就是跑出来啊。所以是谁先发现那只猫在路上？我们一起啊。他在家里。我们去安葬。安葬他就从草堆里面。安葬那只叫做咪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咪酱太老了，16岁。咪酱也是领养的。咪酱对，咪酱也是领养的。哪一只猫是从肉贩那边？胖胖。就是那个时候本来已经养了多多跟咪酱，觉得台湾人要把猫带回来好贵，一只要10万块，就想说应该要收手。然后就看在那个微博上面有一个帖子，那时候就是才在中国，所以说，然后一个帖子是一群深圳的志工，然后发文说看到一车从湖北来的车，里面载的都是家猫或者是品种猫，所以他们就去菜市场拿救了回来。那有一些猫比较晚救到，就已经没了。
那他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救下来，就是挑看起来比较健康，然后比较送出去的几率比较高的猫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领养其中一只波斯，因为这真的很多品种猫在里面。然后本来想说要领养其中一只波斯，就会看到胖胖脾气非常非常好，它的饲料啊碗里面啊没几颗饲料，隔壁的黑白猫真的是就是一个强货，就是用手这样伸进去，然后把它的饲料拿过来吃，然后它就这样，就这样子，在看着它，然后那个黑白猫除了偷饲料还打它的头，这样发出扣扣扣声音，他们觉得哎呦脾气怎么那么好，这样子带回家应该不会去欺负其他的大猫，就真的如我们所料，它就是一只脾气非常好的。这是陪睡猫。对啊，那就是脾气很好的猫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带回来。所以那时候从肉贩那边带了几只回来？不是，我们没有从肉贩那边，是已经救援照顾，对，救援出来。所以你那时候是带了？他们带了10几只吧，然后我们是领养其中一只。哦，那其他只呢？因为你家很多只，其他只就被人家送养啦。没有，我是说你家的其他只。我家的其他只，多多跟蜜酱是领养的，也是跟中途领养。多多是被多次弃养的奶猫，连猫妈妈就不要那种奶猫。然后中国那边的人就是用结婚、升学、出去住、生小孩各种理由，他被弃养了非常非常多次。然后到后面他对人没有信心，然后我们觉得哎好可怜哦，就带回来好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前妻，就是他挑中一只，我挑中一只，本来想说2只里面挑1只就好，后来看了以后就觉得心软，2只带回来。通常都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咪咪就是他的状况比较特别，是他是外面的自来猫，然后爱妈就是在喂食，然后他那个咪讲他是公猫嘛，然后还会带小猫去要吃的，装可爱要吃的。然后突然喂着喂着，有一天小猫4只就不见了，跟它长很像4只小猫就不见了。然后爱妈又年纪比较大，然后又离爱，然后觉得他可能没有能力再继续照顾这一只猫，所以他就把它托付给认识的中途，然后请他帮忙送养，然后一送就送了2、3年都送不掉，因为你知道米克斯，然后又大猫，然后又不亲人，就送不掉，然后就是不知道中什么邪，就一次把2只带回家。哇哦！而且是不同的爱妈哦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们好疯哦。对啊，你们家现在到底有几只了？现在5只啊，还是一样保持哦，对，因为走了1只，因为减1又加1，当天加1，当天加1，好像发生什么事？真的还是我才觉得发生。而且一回到家他就姓邱了。对，为什么？你会觉得留下来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。你以前咪咪也姓邱啊。等一下，你们2个是想说要留下来，所以就立刻说你姓邱这样。我是这么想啊。他会是被告知有收养，他说他什么发生什么事的？这小草这名字是谁取？哇，对啊，我只是什么都被告。因为他就是问我说，那要叫什么？我就说我没有说要叫什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说还叫什么。是这样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就是庆太期庆太多啊，他从一大从那个大河咸丰草里面爬出来，然后身上还带了很多鬼针草，然后脏兮兮的爬到我们这边。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干脆叫他小草。他就说真的要叫这个名字吗？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怜。我说啊，不然要叫大河咸丰草也是可以啊。好极端。叫大河也可以哦。那平常淼淼会帮忙照顾猫咪吧？他每天都要挖猫砂，今天还没挖。他昨天也没好，那你今天要挖2个。你有什么天？他不是也会喂猫吃饭吃早餐？因为他不让他喂啊。哦，最近不让他喂了。因为觉得那个会滴滴答答。就是你也知道他并不会因为2年不见洁癖就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有变本加厉。对，不是昨天有没收？我现在还在车上，对，我把它藏在车上吸尘器，因为没有地方放，所以我就找很久，他说算了，就藏在车上吧。所以你今天晚上都不可以生气，还可以把吸尘器带回家。好，他真的也蛮乖，他也没有就是私房一组。因为车钥匙在我这里啊。那就是可以自己再买一组嘛。券，然后自己买1组上线。好啊，随便你啊。你觉得我们家有空间可以放吗？我放下。不行。好，所以平常淼淼就是负责弄猫砂。那如果他不弄猫砂的话，谁会帮忙？没有不弄猫砂的话，就是猫不能跟他睡啊。
哦，就变成一个也没有胖胖就每天跟他睡啊，爆出来嘛，这个就进而因为没有落实严格的那个家规。啊，接下来这个得不让我惊喜，就是3年级的科任老师。然后练习用肚子呼气吸气，这是一门很难的内功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呼吸才说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他很认真的在学。真的。所以你们对淼淼的那个教育方式其实挺特别，因为像你们也不送安亲班嘛，然后现在送了，现在送了，对，因为受不了了，没有，因为他在家里写长越大，很慢啊然后就是你也知道，就是作业量也变多了冲康，他会冲康我们几率变很高。冲康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老师就是这样教的，你说的不对，然后问了就不是这样，然后更扯的是什么？比如说什么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就是联络簿上说明天要考，没有，老师说没有要考，就果然要考了。然后我们觉得很累，算了，就交给老师安亲班好了。所以然后安亲班会有一个群几个小时众压力，然后他就会认真写。他上2天安亲班2天而已啦，一个礼拜上2天，对啊。然后2天英文班。为什么会送英文班呢？因为我在教的时候，对，一样也是一样的事情就重复就是这么发生。对，来跟着我念一次 apple， 所以我就决定算了，送给老师，多累。那你们现在还是不给他常看电视吧？啊对，对啦，这电视就是等于是一个礼拜看一次，看那个影集或者是租录影带那种之类的。很久也没看录影带。大概最近就是看，因为我们实在太想要看那个《熟女》的结局，所以他最近半个月以来看的唯一的电视就是《熟女》的结局，前面都没看。只看结可是你局觉得好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《熟女》真的很好笑，你要从第1集再看一次吗？那你很好看一起看，我可以陪你看哦，我们可以从第1季开始看一次。但是1个礼拜只能看1集，好残忍。没有啊，你想看我先生？No way，未满16岁。他想看什么？无限列车。哦，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领土。也没有大家哈，蛮血腥。没有，因为他之前看的时候，我们是从赖开始看，赖 TV 开始看，那时候是13，然后就是家长陪伴就可以。对，那时候是，然后电影好像也是归类在对，就辅导对，就家长陪同就可以。然后最近新出了那个 Netflix 上就写16加，那你不能看，我们看就好了。对，我没有看，所以我们平等。可是我也没有看。淼淼，你那么想看，是因为同学都在讨论嘛？同学都没看吧？作证来了，不然这样看到会变大。那你怎么会知道这部片？他一开始知道的确是同学在讨论。哦，编辑的时候。想当初我们都在看不一样的那种，他们为什么看这么重口味的啊？对啊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会怕，结果他看了之后，他就说他可以继续看，他就一直看下去。我上次去你们家访问的时候啊，我还记得我们吃早餐的时候，Joby 有拿手机给他看一些比较教育类的。现在偶尔也会。现在偶尔也会，就是看书，然后配手机查一些相关的资讯。你觉得媒体是一个很容易洗脑小朋友的部分？因为其实我得说啦，就算是不要，你一直丢到我的头里，因为你在影响他。不要，你要先没收5分钟。我觉得媒体是，比如说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是不是那个图片集，对不对？小叮当嘛。但是其实里面就有蛮多不恰当的事情，是应该要让孩子去思考、去想一想，这样子真的合理吗？比如说大雄堂就是藏考卷啊、伪造文件啊、伪造签名啊，像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跟孩子讨论。然后比如说看镜像洗澡啊，这样子偷窥也是可以跟孩子讨论。他有看啊，而且很长。他们家的门永远都，他们家的那个任意门永远都是连在他的浴室。然后还有胖虎跟小夫集体霸凌大雄这样的事情也是值得讨论。为什么一定是
一定要是成绩不好的人，比较瘦弱的人，就一定会被霸凌、被欺负。所以其实这种就算是一个哆啦 A 梦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被限制观察，或者是与家长一起讨论的卡通。拍照这件事主要是肖像权吧，因为他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就是路上会有人认出来，他就会说他是苗苗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觉得其实往某方面来讲，对于孩子好像也不是一个这么安全的状态，因为确实曾经有一次有那个恐同人士去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，就是跟孩子的肖像有关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要站在家长这一边去思考，不管是像我们这样比较少见的同志家庭，还是一般的异性恋家庭的小孩，儿童的肖像应该是要由儿童自己决定要不要被放，或者这照片本身是不是有其他的疑虑的问题，那我们就是会让他决定要不要被拍摄。不能教育啊，很多很挤的船，从很遥远的叙利亚逃到别的国家，因为他们的国家房子坏掉了。你看这船是很多人。国家穷到小朋友都在这样的国际要饭吃，那他不是自己吃，他要带回去给他的爸爸妈妈、他的姐姐吃。